农历7月15中元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，它同时具有儒释道三家的历史渊源。中元节俗称鬼节、7月半，佛教又称为盂兰盆节。道教创立了天、地、水三公神祇，据说天公的生日在正月15日，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赐福，这一天称为上元节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元宵节。地公的生日在7月15日，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赦罪，这一天称为中元节，又称鬼节。而水公的生日在10月15日，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解厄，这一天称为下元节。农历7月15正值暑热刚退，秋风初起。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，这一天地公会打开地狱之门，以故祖先可回家团圆，因此它被视为最大的鬼节。民间会设道场，摆放馒头供孤魂野鬼食用，人们在这一天要祭祖、上坟、点河灯，为亡者照亮回家之路。道观往往会举行盛大法会，为死者的灵魂超度，希望他们早日安息。关于佛教盂兰盆节的起源，流传着这样一个与儒家所推崇的孝道有关的典故。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在世时收了10位徒弟，其中一位名叫木莲。他在得道之前双亲已亡，由于思念已逝的母亲，木莲利用修行所得的天眼通的能力，查看母亲在地府的生活状态，发现她已变成没有吃喝的恶鬼，十分可怜。木莲非常心痛，于是运用法力将一些饭菜拿给母亲吃，可惜饭菜一送到口边就即刻化为火焰。木莲将这个情况告诉了释迦牟尼，而佛祖教导他说，他的母亲在世时犯下了不少罪孽，所以才在死后堕入恶鬼道中，万劫不复。这种孽障不是木莲一人能化解的，必须集合众人力量。于是木莲联合其他高僧，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，为母亲的亡魂超度。这个故事一直流传下来，每年农历7月15，人们都会杀鸡宰鸭，焚香烧衣，拜祭地府放出来的恶鬼，以化解其怨气，不至于危害人间。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鬼节的风俗。7月望日原为古代秋长祭祖的日子。东晋佛教兴盛以后，至南北朝时期，盂兰盆会以报恩父母之名广泛流传，从此成为7月15日的代名词。李唐王朝以老子李耳为祖先，兼崇佛道，使道教的地位大幅提高，在节日民俗上表现为中元节也逐渐受到重视，出现了盂兰盆斋与中元节并行的趋势。两节的地位随不同皇帝的宗教喜好的变化时高时低。例如，武则天崇佛在洛阳南门举办过规模庞大的宫廷盂兰盆节仪式，而唐玄宗信道，导致皇室举办的盂兰盆节活动一度萧条。尽管道教和中元节在统治者的支持下获得了一定地位，但并未成为主流。唐末宋初，中元和盂兰并用，南宋以后专用中元。北宋中期以后，中元节逐渐固定为7月15日的节日名称。到北宋末年，中元节成为全民性节日，民间形成了相应的节日民俗活动，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，并流传至今。7月14或15日，祭祖是流行于汉字文化圈各国以及海外华人地区的传统文化节日，与除夕、清明节、重阳节合称中华民族4大祭祖节日。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，中元节要比七夕和清明还要热闹。人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祭祖活动，直至民国时期，这仍然是农村中元节习俗的首要内容。民间相信，祖先会在中元节当天返回家中探望子孙，所以需要祭祀先人，也正好把此时丰收的喜悦与祖先分享。此外，中元节普遍还有祭鬼、河灯渡孤、烧纸钱的习俗，各个地区还有一些特有的传统。清明与中元都有祭祀祖先的传统，但中元鬼节与清明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它不但旨在让故去的祖先早日解脱超生，而且还顾及孤魂野鬼。所以，普渡亡魂是7月15这个特殊日子的关键词。在盂兰盆会中，有一项重要的活动，叫做放焰口。
焰口就是佛教所谓地狱中的恶鬼，这项活动的目的是超度亡灵，为孤魂野鬼施食。放焰口活动在黄昏或晚上进行，活动持续时间较长，甚至可达次日凌晨。一般先由僧人诵经做法，最后由主持用米粮、净水在四周挥洒，为鬼魂施食。据说中元节放河灯是从上元节及元宵节的张灯习俗演变而来。民间认为上元是人节，中元是鬼节，人为阳，鬼为阴，陆为阳，水为阴，因此上元张灯在陆地，中元就在水里点灯。河灯也叫荷花灯，一般是用木、纸、荷叶等做成荷花形状，中间点上灯盏或者蜡烛，有的还在灯上写明亡者的名讳，放于水中，任其漂流，为的是给亡魂照明引路，让他们早日到达理想的彼岸。中国各地城乡都有烧纸钱以祭拜祖先的习惯。节日当天，在农村，人们会带着纸钱、香烛、贡品去上坟，其情景与清明节类似。在城市，人们在天黑后到附近的十字路口焚烧纸钱、纸元宝、纸衣服、纸房子等物品，以供奉已故亲人的亡灵，并表达思念之情。中元节期间，民间还存在一些文化禁忌，包括忌熬夜、忌说鬼、忌夜游、忌游泳、忌偷吃祭品、忌晚上拍照、忌乱踩冥纸、忌乱吹口哨、忌披头散发、忌床边挂风铃等等。最后要注意的是，中元节与西方的万圣节虽然都是与鬼魂相关的节日，但在起源、目的、庆祝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。尽管中元节和万圣节都有纪念和接触亡灵的成分，但中元节更注重祭祀祖先和宗教超度，而万圣节则是一个以娱乐、扮演和庆祝为主的节日。现在，你明白中元节特有的历史起源和文化内涵了吧？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